好，讲好第一名，你现在收看的是 AirVlog 的 Final Season Tokyo de no Muikaka。那我现在位置很明显，就是在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一航厦。那每次开场白都又臭又长，不如就让我们先登机，边登机边讲吧。那我们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选在了圣诞节的时间来到日本的东京。那也就表示呢，我们就更有机会来看到东京市区的一些圣诞的灯饰啊，以及相关的一些庆祝活动。我们这一次所搭乘的是星宇航空。那其实自从星宇航空成立以来，我就一直很想搭他们的飞机看看哦。但很可惜，因为他们成立刚好疫情，那我们后来到欧洲也没有星宇的航线，所以呢就拖到了现在。不过呢，我还是非常的期待这一次星宇带来的表现。好了，各位，那现在的时间我们就来吃我们的午餐了。那餐包本身呢是没有过多调味的哦，那这个奶油也不会过咸。那接下来则是我们的主轴，就是我们的胡同烧肉饭。那这个胡同酱烧台湾猪五花冻呢，可以说是我非经济舱飞机餐吃到现在为止最让我惊艳的一款，因为它吃起来真的是几乎跟地面上一样哦。那我们再来吃到的这个凤梨香椰沙拉，我觉得相较起来就没有刚刚的这个烧肉冻这么的让人回味无穷，但是也算是挺清爽的啦。再来则是甜点的抹茶红豆奶酪，那这一款我觉得抹茶本身基本上是不会苦的，绵密的奶香呢，加上它的这个甜味，让整道吃起来是相当甜蜜的。那最后的水果则是中规中矩，不会太甜，也不会太酸。那总的来说呢，这次的飞机餐算是以主餐最为突出，那其他的配菜都算是水准之上。吃完午餐后，就马上让我们来迎接东京都会圈成田市的成田机场风光吧。OK， 我们现在来到就是位于成田市的成田国际机场第二航厦。那对，这已经是我将近暌违4年哦，再次来到日本了哦。那我们就马上先去搭我们的 Skyliner， 先进我们的东京，然后去旅馆放个行李，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行程吧。那我们的车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京成本线的沿途风光，然后让我们先去入住饭店吧。好，各位，那现在时间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 Hotel New Otani 的这个 Garden Tower， 对，来讲翻成中文就是新大谷饭店的花园塔。OK， 那虽然这个饭店哦，实际上历史已经超级久，就是比较古色古香，但是整体还是其实蛮新的状态哦。哦，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现在坐在马桶上，只是因为我想上厕所。对。
那在我们搞错方向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也就是六本木 Hills。那在正式抵达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叫做 Hills Cafe 的地方。那我们就简单的点了一些东西来当做我们的晚餐。首先就是这个 Classic Cheeseburger， 就是经典的这个起司汉堡，那它是1500日元。那我认为它的汉堡肉相当的多汁，洋葱调味也算是挺恰当的。那它这个酱呢也不会太过抢戏。再来，我们也加点了一碗汤，那这碗汤加点的价钱是300块日币。那这碗南瓜汤呢，我觉得南瓜味意外的没有那么重，所以像我这个没有那么爱吃南瓜的人，对我而言呢，我就觉得喝起来算是相当顺口的。那最后呢，我们点的则是这个 Steak Frito Garlic Butter Sauce， 就是牛排加生菜和薯条，以及搭配上大蒜和奶油酱的这个组合哦。那我觉得它的这个薯条真的是蛮让我惊艳的。它的奶油和盐的调味算非常的恰当，我觉得可以算是麦当劳薯条的改良版。那牛排的香气也十分浓厚，虽然吃起来烧柴，我粗估大概已经到了9分熟，但是呢，还是瑕不掩瑜，整体算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的餐点。那在我们吃完晚餐之后，当然就不能错过 Tokyo City View， 也就是六本木 Hills 位于52楼的观景台。那这边也是被网友票选为东京必来的景点之一哦，因为这边真的是不管在白天还是夜晚，都是一个眺望东京铁塔的最佳地点。这次刚好碰上了东万，就是这个东京复仇者的特展，那它刚好就是办在这个52层楼。虽然我个人是没有看东万啦，但是呢，这一次呢，算是强迫的，必须要2个一起买，才能来到这个展望台。但是整体看完，我觉得也相当的不错。价钱当然也不太便宜，一个人大概要2000日币左右。但是整体上有包含原画啊，以及一些模型啊，还有声优的朗读啊，我都觉得还算是不错。那大部分呢，我能拍的都拍给大家看了，那其他不行的就留给各位想来的自己来。不对，我影片上的时候，它应该已经结束了。在刚到东京的那天晚上，我们就来到了六本木的 Tokyo Midtown。虽然这里并不是我们原本的目的地，却在走错路的途中意外发现了这片点亮夜空的黄金树。缠绕在树上的圣诞灯饰沿着人行步道挂设，把整条步道都照亮了。就如同这次圣诞灯饰的主题 Be Enchanted， 途经的旅人的视线都被四方环绕的绚丽光线给吸引住了。路上的情侣更是把亮度调得更高。瞎了。不久后，我们漫步到真正的目的地 Roppongi Hills， 这里的灯饰也不遑多让，甚至比起刚刚的 Tokyo Midtown 又更加的色彩缤纷。好，各位，那现在我是在东京千代田区的变庆桥这边。那我们旅馆，因为我们订的方案是没有附早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到 Akasaka Mitsuke 附近找早餐吃吧。Go！ 当天的早餐，我们来到了咖啡茶馆集。首先，我点了一个 Smoke Salmon 的 Cream Cheese Ishigama Company Sando， 也就是烟熏鲑鱼和起司的食肴三明治。它的调味相较清淡，起司酱稍微有点腻，但是生菜和酸黄瓜又使得三明治稍加清爽。接着，我爸点了一个 Mexican Pilaf， 它算是一个微辣的墨西哥抓饭，搭配香肠吃起来相当过瘾。接着，我点了一个玛加拉贴，其实就是一个还不错的抹茶拿铁，比星巴克还好喝。最后，我爸点了当日推荐来自 El Salvador 的咖啡。那我爸觉得这个大便，我是说麝香咖啡果然不同凡响。好，各位，那现在我的位置，大家看一下我的背景，
很亮，我知道，但是没有错，我现在来到了就是位于东京的阿基哈巴拉秋叶原。那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一直想来的地方，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哦。那么我们现在终于来了。那现在在我们后面就是那个安利美特。OK， 那刚刚也有看到那个 Piku Camera 跟一些其他的其他一些动漫相关的店都有。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吧。秋叶原或简称为 Akiba， 位于东京，以秋叶原车站为核心，以其集中了大量电器商店、3C 卖场、电玩、动漫和资讯产业而闻名。在明治到昭和时代，以及从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黑市发迹，秋叶原从轻国市场发展成为电器街，主要销售电线、电缆和灯泡等电子配件。在经济高度成长的19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蓬勃发展，秋叶原逐渐转型，成为家电和电子产品的购物热点，如冰箱、电视、洗衣机和空调。随着时代变迁，秋叶原的商业重心逐渐转向电脑和高科技产品，再到动漫、游戏、女仆文化和角色扮演等宅文化。现代的秋叶原拥有众多著名的商店和咖啡厅。秋叶原也是 J-Pop 女子组合 AKB48 的诞生地 ，AKB 其实就是 Akiba 的首字母缩写。这里不仅是 AKB48 的重要据点，也是动漫爱好者、2次元文化和粉丝活动的聚集地，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这里的多样化饮食选择，如美味的咖喱、拉面，让这里成为了品质、价格和选项完美结合的美食天堂。随着都市在开发，秋叶原周边新建了多座复合大楼，使得访客年龄层更加多样化。外神田三丁目街专门销售电子零件，而中央通则成为了新产品的主要推广舞台。秋叶原不仅是商业和娱乐的聚集地，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交汇点，展现着这个城市多元化的魅力和活力。好，那在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去了这个安利美特，还有一个叫什么哈比的一个地方，以及最后最有名的拉基欧盖港。那这3个地方都去过之后，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1点。那再来，我们就先去吃个午餐。那吃完午餐，我们就去跟某个人碰个面，然后呢，继续下午的行程吧。那我们现在位置是在竹地 ，OK。那很明显的，我们就是要来这个Edomae Elf 的圣地巡礼 ，OK。那今天呢，我找了一个跟我一起来圣地巡礼的 Jeremy 打个招呼。对 ，OK。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先从波除神社开始，那慢慢的往月岛前进。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圣地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Go！ 在竹地站下车后，我们马上来到了波除神社。这里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取景地，而更像是参考地，因为作者曾经表示笔下的高尔神社的原型并非任何特定神社。但网友普遍认定高尔神社应该是参考自位于竹地的波除神社和月岛的筑基神社。其中的波除神社内祭祀着全日本最大的天井大狮子和辩才天池黑狮子。6月的狮子祭时，神教与狮子会一同在町内游行。神社内也有寿司冢、蛋冢等充满竹地特色的供养冢。接下来我们经过了这座著名的圣홍桥，由竹地来到月岛。尽管这座桥在作品中仅作为远景登场，从桥上看出去的景色依然美不胜收，熙熙攘攘的车流也为这片美景增添了少许喧嚣。
不久后，我们走到了江户前精灵的主舞台之一——月岛文字烧街道。日本的3大烧分别为大阪烧、广岛烧和文字烧，而东京的代表就是当中的文字烧。这个很有名，真的吗？抖音上，他就牵着一个乌龟。お父さん優しいから。よかったね、ガンも。嬉しいね。逛完文字烧街道后，我们来到了剧中的瓦当劳，也就是现实中的麦当劳月岛站前店啦。下一个出现率相当高的景点就是这座店小桥，鲜明的红色桥身使它在相当显眼且有记忆点的同时，又有浓厚的古早河风味。这条小河也拥有丰富的生态和不少的船只，显示出当局对这座桥及附近环境的重视和维护。真的是这里耶！你要不要玩？你要不要玩？耶，好玩吗？那我可以抓起来。抓起来！你要不要坐上来啊？好，怎么玩？这样子。哇！我觉得我们好像等下会断掉。身上钱不够玩，不够赔。不行啊！哦，哇！起来！接着我们来到了小蜜和艾尔达相遇的这座公园。尽管我们去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如剧中一样白雪纷飞的场景，但看着小朋友们和2个快高中的幼稚大哥哥在这座公园里玩得不亦乐乎的场景，我们就已感到相当满足。回到刚刚的文字烧街道，此时太阳已经西下，我们来到了巷子中，探访小蜜和艾尔达常来吃的这间 Monja Monkichi。逛着逛着，我们肚子也饿了，就进来这家 Google 评分高达 4.8 的 Monja Monheji。我们点了一份梅子章鱼猪肉海苔文字烧。由于我和 Jeremy 完全没有经验，就麻烦店员来帮我们料理了。流程和动画中演的大同小异，第一口吃下去和大阪烧不同，淀粉感并不会那么重，取而代之的是酱汁的粘稠感、高丽菜的清爽和章鱼的鲜脆口感。整份文字烧偏咸，有点像是在吃咸的太白粉勾芡。随着时间流逝，酱汁也会越来越稠。虽然看似分量很大，但在2个人合吃一份的情况下，
意外的并没有很多饱足感。哎，你要直接这样吃？没有啦，再烫，先捞起来到这样再用烫，这样换起。要怎么样？いただきます。好，没关系。蛮好吃啊。不过日本物价比啊，就是因为日币贬，所以感觉比较好，但是日本变贵啊，对。饭店被贵爆了。总而言之，是一道相当有特色的月岛美食。来到中央区，可说绝对不能错过。吃完文字烧后，我们便前往月岛站搭乘地下铁，继续晚上的行程。晚上，我们和朋友 Jeremy 一起到了 Mitsukoshi 3月附近的 Zakuro 来体验一下相当高档的和牛寿喜烧。首先是番茄洋葱，这是一道酸酸甜甜的开胃菜，令人食指大动。接着端上来的是豆腐，柔软的豆腐和清脆的笋子制造出多层次的食感，酱的加入也是恰到好处。接着我们迎来了重头戏和牛，和牛入口即化，微辣和微酸的酱都相当适合，单纯沾盐也是绝品的美味。吃完和牛后，我们在汤中加入了野菜，清汤汤底凸显出菜本身的甜味，作为和牛的解腻再适合不过了。然后我们在汤中也加入了面，Q 弹的面体搭配上历经沧桑的汤底，整锅的精华被浓缩到了这一碗汤面里面。最后服务生端上来了红豆麻吉，它其实就是一个挺甜的标准日式甜点。总结来说，这餐虽然要价不菲，但除了满足以外，我也想不到更适合这餐的形容词了。在结束第二天的行程后，晚上我们来到了位于日比谷的 Tokyo Midtown， 看看这次的 Hibiya Magic Time Illumination 2023。这个缤纷的色调与这次的主题 Best Wishes 都传达出了浓厚的日本独有的节庆气氛，但也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个一样在东京，不对，在千叶的某个和老鼠有关的地方。说回正题，在草皮上铺了满地的 LED， 这么说好像有点煞风景，反正这片会缓慢变换颜色的灯海也为这次的活动增添了不少梦幻色彩，是个不论男女老少都会爱的布景。接着我们转换视角，来到不远的表参道。此时的东京简直就是一座不夜城，不论是原本就有的广告荧幕，或圣诞期间才有的灯饰，都把表参道的街道照得灯火通明。走着走着，我们就顺着手扶梯来到了东极广场表参道 Omukado 的顶楼，表园之森 Omohara no Mori。这里有一些餐厅和咖啡厅，在这里和恋人喝上一杯咖啡，想必是一件非常 chill 和甜蜜的事情吧。当然，我是没有办法体验就是了。那在跟 Jeremy 他们家吃完晚餐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行程也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了。那明天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行程等着我们，那我们就明天见，晚安，晚安。好，大家早安。那现在时间我刚从便庆桥上下来，今天是我们在东京的第3天，那我们就准备前往第一个点，原宿原宿。好，那现在在我后方的就是这个最知名的一之鸟居，也就是通往明治神宫最一开始的这个入口啦。那我们就马上进去看一下。那就请各位听一下我的
旁白解说吧。明治神宫于1920年11月1日开放，专供纪念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而设。尽管并非他们的真实陵墓，但明治神宫仍是日本最著名的神社之一。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天皇多被武家政权或幕府将军所控制，但明治维新后，天皇恢复了其权威。在此期间，日本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明治天皇逝世后，内务省宣布兴建明治神宫。由于神道在明治时代被提升为国家宗教，政府高度重视明治神宫的建设，从全国和海外运来了12万株树木。神宫前的大鸟居是日本最大的木质鸟居，属于明神鸟居形式。第一代鸟居是用台湾的阿里山1200年的树木建造的，但于1966年因雷击而损坏。第二代则在1971年购买台湾的丹大山树龄1500年的扁柏重建。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神宫主要建筑遭受破坏，1958年重建。现在神宫的南部成为了代代木公园，西部则是明治神宫棒球场，而南面则是著名的表参道。神宫内有36栋建筑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参拜者必须通过南北2条参道，其中南参道的使用频率最高。周末，年轻人在这里 cosplay、唱歌跳舞，吸引了大量游客，成为东京的一大景点。每年的新历除夕，明治神宫是日本最热门的参拜地，也是新横纲进行图表仪式的地方。此外，神宫的御神签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吉凶签，而是选自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后的诗篇。代代木公园位于日本东京都涩谷区，是一座占地54万平方公尺的大型都市公园，全天24小时免费开放。这片土地在1910年曾举行过日本首次的飞机飞行，因而受到关注。大日本帝国陆军也曾在此地区举办国家主义游行。战后，美军将这块土地转型成名为华盛顿高地的宿舍区。到了1964年，它再次转变，成为了东京奥运的选手村。现今的代代木公园是当地居民休闲娱乐的首选场所，尤其在每年春季，樱花绽放的美景总是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成为了赏花的热门地点。位于日本东京的原宿竹下通是一条著名的购物和休闲街道，拥有众多的时尚店铺、首饰店、咖啡馆、日式可丽饼店和餐厅。从1980年代初期到2004年，竹下通是仿冒街头服饰的主要销售地，但自从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措施打击仿冒商品后，这类非法活动有所减少。竹下通的东端与明治通相接，西端则正对着 JR 东日本原宿站的竹下口，仅隔一条马路。许多年轻人和学生会在这里购物和享受休闲时光。耶、好，各位，欢迎来到第二天的圣地巡礼。今天我们要来圣地巡礼的作品就是孤独摇滚 Bocchi-da-Rock。那在我前面的一样是我们的 Jeremy， 打个招呼。耶、OK， 我们现在来到了下北泽车站。对，这后面呢就是下北泽车站了。那么，非常的这个兴奋哦，有没有？我们终于可以来看一下他们的取景地了。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开始。首先，我们来到了一切开始的地点——下北泽车站。相信从我拍的画面可以看到，动画对于实景的还原真的非常到位。接着，我们离开了车站，来到了下北泽南口商店街。下北泽真不愧是潮流文化的集散地，年轻人和潮流服饰店应有尽有，许多历经沧桑的店家也还依然开着。饿了就在旁边的摩斯吃点东西吧。同样在第4话的场景中，这个巷弄就是琼乐团 Kessoku Band 团照的其中一个候选地点。是我就不会选这里啦。一样身为候选场景之一的阶梯，相较起来就显得更加有文艺气息。撇除掉旁边那位抽烟的兄贵，
对称且有些年岁的阶梯还真的有很棒的视觉效果。这个斜坡旁的围篱，还好他们没有选这里，不然看起来真的会很穷，虽然是真的。そして公園金欠バンドマンのアーシャで定番どころはこんなところかな。哇 ，Jeremy 可以吗？好玩吗？それじゃ撮るよ。有識者が言っていたオープニングでジャンプするアニメは神アニメと。最终选定的团照背景就是这个停车场的涂鸦墙啦。动画里看起来还好，但现实的墙壁在夕阳的渲染下，拍起来还真的别有一番风味。看来冰路金老师是真的会选。好，这不重要。作为动画背景登场的剧小剧场，虽然只是下北泽众多文艺场所的其中一个，但那个剧场的剧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啊？来到下北泽圣地巡礼，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下北泽 Shelter 啦。在动画中，则是 Keisuke Bando 主要的活动场所下北泽 Starry。作为在动画中登场次数相当多的 Live House， 想当然尔的吸引了众多宅宅前来探访，造成了店家的不少困扰，也要请来了各位在楼梯上拍就好喽。先说好，这家餐厅真的没有卖马丘比丘遗迹的密西西比河大峡谷做圣地亚哥拼盘哦。这家汉堡王的拍摄角度我已经尽量抓得跟动画一样了，不过那个超广角远镜头，当时的我还真的拍不出来。看到这里，真的不得不赞叹 CloverWorks 在背景制作上的用心，商店街的招牌几乎都被完整的复刻到了动画中。倩倩的良和小孤独讨论完歌词后，分别的地方就是在这间剧场 Adrift 的旁边。可惜我们来的时间是下午，无法还原动画中的夜景。同时也不得不赞叹日本街道的干净程度真的不是改的。接下来的死字那里反差就比较大了，这个看起来像废弃工厂的东西，你说是剧场，反正我是不信。再来，大家是否好奇喜多比中指这段的背景到底是在哪呢？没错，就是同样位于下北泽的本多剧场。下北泽剧场的数量真的是多到令人发指。然后这段凉跳舞的场景，就是刚刚经过的下北泽南口商店街的入口处，那个人潮跟元素这类更为知名的商圈相比，也丝毫不逊色。我的水，谢谢 Jeremy， 你帮我拿一下，这是我旅馆的水。最后，在第12集的剧中曲《Seizani Naretara》若能化为星座的单曲封面，就是取自从下北泽车站地下道中拍出来的平交道景色。那个夕阳和角度，拍下照片的瞬间，我也不由得发出了赞叹声。
离开下北泽后，我们搭乘京王电铁井之头线来到了涩谷，朝圣那知名的涩谷十字路口，人潮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多。既然到了涩谷，就不能错过车站周边的景点啦。这个摩艾石像真的有种魔性的感觉。ウィンダーショッピング。今日は秋物しこたま揃えちゃいますよ。萌えはしこたま揃えたら普通のショッピングじゃ。細かいことは気に。另外一个必看地标就是忠犬八公像，是为了纪念一只即使在主人过世后依然每天到涩谷车站守候的秋田犬。选用的动画片段则是《辉夜姬想让人告白》第2季的第2集。说到涩谷，也不能错过《咒术回战》第2季的场景啦。我们来到的就是那个非常知名虎杖和杖相打架的厕所，当然我们在外面拍就好了。平安夜的晚上，我们和 Eric 一起来到了相当知名、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的 Peter Luger Steakhouse。作为唯一一间海外分店，相信它一定能够端出令人惊艳的菜肴。首先送上的是这杯 Eric 的 Raspberry Tea Scratch， 接下来则是附赠的面包和奶油。表面的颗粒使得面包在松软的同时，又增加了不同的口感。再来这盘生蚝可说是极品，咬下去的时候，鲜味随着汁水在口中迸发开来。接着送上来的凯撒沙拉与培根的组合，重口味的凯撒酱和烟熏的厚切培根，明明是沙拉，却意外的有强烈的肉食感。取而代之的是酱汁的粘稠。马上映入眼帘的是招牌之一的蟹饼，看似小小一块，但咬下去的时候，满满的蟹肉以及随之而来的浓厚蟹味，瞬间就充满了口腔。最后重头戏就是主餐的干式熟成牛排，4人份的牛排在铁盘上滋滋的响着，飘来的香气简直令人欲罢不能。牛排入口的那个瞬间，肉香与酱汁在嘴中混合，实在是令人大呼过瘾。以上就是 Eric 对于 Peter Luger 的简短心得啦。我是 Jeremy， 先将镜头还给 Eric，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第3天的晚上，和 Jeremy 吃完大名鼎鼎的 Peter Luger Steakhouse 之后，我们就到了附近的惠比寿 Garden Place 逛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棵吸睛的大圣诞树，沿着两旁的灯树朝斜坡下走去，就能看到活动的重头戏——这口闪亮的超级大钟。从围观群众的数量就能看到，这口钟的壮观程度绝对不一般。回头望向圣诞树的方向，也能看到源源不绝的人潮。假日，斜坡，大家在去这些地点的时候，也绝对要注意安全哦。好，讲儿第一名，你现在收看的是 Eric Vlog 的 Final Season Tokyo 的6日間。那现在我的位置是在新丰州站的旁边，也就是这个鼎鼎大名的 TeamLab Planets Tokyo。那这边相信各大网美哦，或者是基本上大家只要有逛 Instagram 或者是 YouTube， 一定会看到这个算是视觉艺术馆相关的内容。那这一次我们来东京，终于有机会可以亲身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进去看看吧。刚从入口进入，第一件事就是被要求脱鞋子，理由嘛，看下去马上就知道了。本作品的原型是四国深山的瀑布，光线打在瀑布上，闪耀着光芒的水粒子飞落而下，好似在空间中描绘出线条，创造出由光粒子所构成的瀑布。在这个空间中，想要迈步向前走时，双脚就会往下沉陷。人在影响空间的同时，空间也在影响着人。下一个区域是无穷无尽的水晶宇宙。这件作品是透过累积光点所创造的立体作品，创作方式类似于点彩绘画，即用各种彩点绘制图像，是无限扩张的光之雕塑群。人们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机选择星星并投入，创造出立体物，继而由这些群体创造出作品空间。在空间中出现的星星之间互相影响，也会因为投入场所的人的存在而受到影响。这部作品因人们的存在而时时刻刻的创作着，并且永远都在不断的产生变化。
而这个空间也因其的独特性，成为最常出现在短片中的场景。锦鲤在无限延伸的水里面畅游，人在水里走动，锦鲤会受到水中的人或其他锦鲤的影响，然后当锦鲤与人相撞时，会变成花朵四散而去。作品里的花朵在1年里会不断变化，绽放出当月该地区的花卉。受到人的影响而游动的锦鲤的轨迹，在水面上形成彩绘。观赏者与装置之间的互动会不断地给作品带来变化。之前出现的状态无法复制，也无法再现。1年4季的花朵随着时间推移而花开花落，躺下或者坐下一段时间后，身体会仿佛漂浮在空中，和世界融为一体。花朵萌芽生长，含苞待放，花开凋零，枯萎死亡，不停地重复着花的轮回。作品是电脑程式实时绘制而成的，眼前这一瞬间的画面，错过就无法再看到了。这个庭园遍布着随着日出日落改变样态的弹状物，伴随着日出，弹状物会映射出周围的世界，在日落时则会自己发光，倒下时也会发出声音并自己站立。花朵填充成立体的花团，形成了花园。花朵会在人所在的位置漂浮上升，形成空间，因此人们可以在花团中自由地漫步。而在作品空间中与他人相遇时，各自的空间会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新的空间。从馆中出来后，我们也点了这碗素食味噌拉面。这碗拉面汤底使用了燕麦奶和特制的味噌酱，配料有经过热橄榄油处理的蘑菇、番茄和青花菜等色彩缤纷且味道丰富的蔬菜，并在最后撒上了自制的由茶叶和山椒制成的茶盐。当然，以上是官方网站的说明。对我而言，这碗面只有3个字可以形容：超爆咸。如果不想洗肾，那个汤就别喝了吧。现在我来到的位置就是这个麻布台，这个阿扎布代 Hills。那现在在我后方这个超高大楼，就是目前全日本最高的大楼。没错，是大楼，不是建筑物哦。那建筑物还是大家熟悉的东京晴空塔。但是呢，作为办公大楼来讲，最新也是最高的，因为它2023年的11月才刚开幕哦。那也是我刚好在规划行程的，快结束时，我才刚好找到这个新的景点。那么我们就马上进去看看吧。上到了33楼的观景台，看出去的黄昏将近的景色真的是美不胜收。东京铁塔拍出来的角度更可说是完美，美中不足的就是虽然在我去的当时是免费的，但现在想上去观景台可就得掏钱了。不久后，我们来到了近期关注度非常高的涩谷车站周边，不论是在柯南的剧场版、我推的孩子，还是咒术回战，都能看到那标志性的路口和时刻播放的新闻和广告的大荧幕。后来，我们也随着人群跨过斑马线，可说是近距离的体验了东京涩谷可怕的人潮和夜生活的丰富。我也终于亲眼看到了著名的109百货大楼。我们今天来到涩谷的目的，当然不只停留在地面，而是要登上Shibuya Scramble的最顶端，Shibuya Sky。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在社群媒体频繁出现的那个透明手扶梯。由于手扶梯并没有太多的照明，因此我们得以清晰地拍出这幅绝佳的东京夜景。得益于昏暗的屋顶环境，不论从哪个角度拍出去，拍摄者都仿佛没有隔阂地置身空中，360度无死角地观赏涩谷周边繁华的夜色。当然，从高空往下眺望涩谷路口的人潮也是一个震撼的体验。我深刻地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和社畜们上班的辛劳。从顶楼下来后，还有一系列的视觉艺术在等着游客们。除了以大楼林立的东京为背景，
这些艺术相信也是拍照的绝佳地点。我们最后一个到访的圣诞灯饰，就是位于人称东京唐人街的池袋的 Ikebukuro Nishikuchi Goen Extreme Illumination。以浅蓝和深蓝做搭配的灯饰，是所有活动当中最有冬季气息的。搭配上公园本身的环形设计，使人们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一点一点的灯光。现场也有音乐表演，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赏。在轻音乐以及轻柔的灯光的包围之下，整个氛围相当放松。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第4天的行程。如果想要看我们在东京吃的3家拉面的话，记得要去看美食调查局的日本东京篇。那我们今天刚好是圣诞节哦，虽然迟到了许久，但还是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我真的要穿这个衣服去清景泽吗？现在我的位置是在东京车站，我们将搭乘10点32分的 Hakutaka 559号北陆新干线列车，前往位于长野县的清景泽。没有会。清景泽坐落于长野的高原之上，夏天是绝佳的避暑地点，冬天则是闻名全球的滑雪胜地。1964的东京奥运和1998的长野冬奥都曾在此比赛的事，也就说得通了。但与其他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因为近年雪量不足，时常使用人造雪，而在我们去的当时，也可惜没能见到下雪的场景。经过短短1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抵达了这座深山中的小镇。我们也见到了清景泽站那标志性的斜屋顶。当天的清景泽万里无云，天气相当的好，但一根根光秃秃的树枝也提醒着旅人们，这里的气温还是只有摄氏5度左右，保暖可千万不能忘了。望向远方的滑雪场，不禁让人想起几年前与好友们一起到东北地方滑雪的美好回忆。这时候也只能把 Eric Vlog 第1季和第3季拿出来复习一下啦。吃完午餐之后，我们来到了清景泽的名胜之一云场池。这是一座狭长的人工湖，也有着 Swan Lake 天鹅湖的美称。湖畔的落叶松和枫树映照在清澈的水面上，给人一股平静的氛围。虽然环绕一圈仅需20分钟，但这里4季皆不同的景色，也让皇室成员在每次访问清景泽时，都一定会在云场池悠闲散步1-2次。冬天的景色虽然不如红叶飘落的秋天一般艳丽，但阳光从枝干缝隙透出来的景致，又何尝不富有风情呢？好，各位，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位于清景泽的这个星野温泉 Hoshino Onsen Tombo no Yu。 那 Tombo 就是这个蜻蜓的意思，如果大家有用过他们文具就知道。 OK， 当然这2个东西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呢，在我们前方的就是这个星野温泉蜻蜓之汤。那其实我上一次泡温泉就是 Eric Vlog 第3季我们在苗场的时候，所以呢我已经真的非常久没有泡温泉。那这次我们就来泡泡看吧。作为著名的星野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他们的蜻蜓之汤果真没有让我失望。虽然浴场不大，但由于当天是平日，来泡汤的旅客不多，使我能够将身心都沉浸在温暖的泉水之中。泡完温泉之后，我的身体都暖了起来，原本刺骨的寒风好像也没那么冷了。我们便随着一旁的小溪往山下走去，然后看了看地图，乖乖地走回站牌，搭上开往旧清景泽的公车。OK，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清景泽非常知名的川上安 Kawagami An。那这边就是一间非常有名的，算是
这个荞麦面和天妇罗的专卖店，它的总店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清景泽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享受一下他们家的包含是冷面以及热的荞麦面，那我们就赶快来吃吃看吧。川上安的冷荞麦面吃起来相当有嚼劲，富有芥末的酱汁沾起来也很有味道。不过酱汁的风味依然不会抢过荞麦本身的香气。看似简单的一道料理，背后却是厨师过人的制面技术以及早期日本庶民生活的象征。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还依然使用石臼制作荞麦粉的匠人精神也值得敬佩。在逼近0度的冬天的暖气房内，吃着冰凉的荞麦面更是个新奇的体验。轮到了他们的天妇罗，薄脆的皮不会太过油腻。佐料的部分虽然不像其他餐厅一样提供蘸酱，只有海盐可供使用，但这也体现出了食材本身的鲜甜，更加展现了店家对于自家料理的信心。而热的荞麦面就不像冷面如此富有嚼劲，但整体依然在水准之上。店家最后也提供了煮面水，让我们加到冷面的蘸酱中稀释，秉持不浪费食物的精神，把最后一粒的酱汁也喝干净。川上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门口会使用不同颜色的门帘标示当前的时段，午餐时间就使用白布，晚餐时间则是红布。在川上安的对面布置着亮眼的圣诞灯饰，节庆气氛点满，步道尾端的爱心更是个情侣打卡圣地，不太适合我这个单身狗就是了。Hello， 大家好，第一名，你现在收看的是 Eric Vlog 的 Final Season Tokyo 的 Nomikaka。那现在时间一样是在熟悉的便庆桥上。那我们刚刚已经去吃完早餐了哦，那我们就先 VCR。好，那吃完早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今天作为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天呢，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行程，但我们有一个餐厅要去拍摄，那就是这样了。那就请看我们最后这一天的悠闲加搭飞机行程吧。好的，那现在我们位置就是这个成田机场第2航厦，出海关过后的地方。那这边就是各种免税店啊，以及餐厅所在的地方哦。OK， 那我们在经历了6天的旅程之后，就要准备离开东京。虽然我们其实已经离开东京了，我们在成田市千叶县。OK， 所以先跟东京说拜拜。那晚点我们就要跟日本说拜拜了，那我们就赶快去登机吧。
回程的飞机餐和去程的在配菜上都差不多，不过面包和去程相比较干，沙拉的部分则是南瓜占比较重，吃起来小腻。水果和甜点就是一如既往的多汁好吃。最重要的主餐是这道牛肉咖喱欧姆蛋包饭佐多蜜酱。蛋包饭除了蛋稍微薄了一点，其他完全无可挑剔。牛肉和咖喱酱搭在一起也是绝配。旁边的多蜜酱就比较有趣了，作为一种源自法国的甜酱汁，带给了和咖喱酱完全不同的重口味实感。总而言之，还是相当好吃。熟悉的湿热天气，熟悉的星系名体，熟悉的又小又穷的机场，熟悉的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欢迎各位回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It's almost like falling in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all over again. Hold on tight to the feeling, but it's a roller coaster in my head. So I'm holding myself on a precipice, and I've been dreaming off the ground. So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s definite. I'm praying you don't let me down. It's gotta be all. It's gotta be all or nothing. All or nothing. It's gotta be all or nothing. All or nothing. It's gotta be all or nothing. It's gotta be all or nothing. Or nothing at all. Hold these doubts like they're playing cards close to my chest. Turn them round for the river and hope it's something that I won't regret. So I'm holding myself on a precipice, and I've been dreaming off the ground. So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s definite. I'm praying you don't let me down. It's gotta be all. It's gotta be all or nothing.